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我们过往的影片主题都聚焦在东亚或东南亚这些区域上，我想大家应该看得腻吧。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可能会有一点点敏感，因为我们要来把视角移动到西亚这片区域上。今天的影片主题是阿拉伯语跟波斯语及两门语言之差异。在影片的最后，我会教大家如何从肉眼区分，同样都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阿拉伯语与波斯文，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在真正进入影片主题前，我想要先跟大家浅聊一下西亚跟中东这两个地理名词之间的差异。理论上，这两个地理名词所指涉的范围都差不多，就是指这一大片区域。但中东其实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词汇，因为中东这个词汇的由来是从欧洲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并依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所诞生对该地区的称呼。除了中东之外，还有近东、远东这两个词汇。所以严格来说，以上的说法在现今看来显得有些过时，而西亚就比较直觉一点，也比较中立客观，就指亚洲西部。因此，为了导正视听，以及顾及我一些来自西亚的观众，以下我会一律以西亚来称呼。而大家对西亚这片地理区域可能会有一个迷思，那就是西亚国家全都讲阿拉伯语，并以阿拉伯文化为主流的阿拉伯国家。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西亚还包括了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塞浦路斯，以及位于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三个跟中华民国应该是有限承认国家的阿布哈兹、北塞浦路斯、南奥塞提亚。以上这些国家都不是阿拉伯国家，但都在西亚的范围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题外话，这边有一个国家在地理分类上有争议，那就是阿富汗。阿富汗自古来作为往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尴尬，因为阿富汗可以是西亚、中亚、南亚国家，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不知道大家觉得阿富汗到底属于哪一个？欢迎在留言区讨论。接下来进入影片主题，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阿拉伯语跟波斯语的语言学背景知识。阿拉伯语在全球的使用人数大约有3亿多人，是世界第5大语言，同时也是联合国6大工作语言之一，以及全球穆斯林的共同语言。这部分我在讲解马来语、印尼语的影片当中有提到，还没看过的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可以去收看。阿拉伯语属于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跟以色列所通行的希伯来语在同一个语系内。顺带一提，阿拉伯人跟犹太人都属于闪族，所以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的祖上其实是有共同祖先的。阿拉伯语最早起源自阿拉伯半岛，用于联系各部族间的语言，并随着阿拉伯帝国疆域的扩张、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路线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将阿拉伯语的实际范围从阿拉伯半岛一路扩张到北非最西端的亚特拉斯山，并大致奠定了现今的阿拉伯语的势力版图。阿拉伯语的使用范围横跨亚非，主要通行于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和北非，就是画面这一大片区域。祖繁不及备载，我这边就不一一列举出这些国家了。由于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文化相近，因此这些国家共同组成了区域性组织，也就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类似于欧洲联盟，负责处理成员国之间的事务或是各领域的交流。大家可能会认为，既然这些国家都讲阿拉伯语，那应该都是可以互通的吧？这个答案可能有点出乎大家意料。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阿拉伯语其实并不能够互通，例如突尼西亚人就听不懂叙利亚人的阿拉伯语在说什么。所以阿拉伯语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标准阿拉伯语以及口语阿拉伯语。标准阿拉伯语就有点像是中文的文言文，主要用于新闻报道、政府文件、学术研究等正式场合，是阿拉伯人的工作语言，也是阿拉伯语学习者第一优先学习的语言。而口语阿拉伯语则用于日常交流。每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阿拉伯语方言差异性极大，目前最多人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为埃及方言，因为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大约有1亿多人。讲完阿拉伯语后，接着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波斯语的知识点。波斯语主要通行于伊朗、塔吉克、阿富汗，毕竟伊朗的古称就叫做波斯。波斯语在全球的使用人数大约有1亿多人。除了伊朗之外，邻近的塔吉克与阿富汗所通行的塔吉克语与达利语也皆为波斯语的分支。但书写上，除了波斯语跟达利语是由阿拉伯字母书写之外，塔吉克语则是由和俄文一样书写系统西里尔字母。毕竟塔吉克也曾是前苏联加盟国，所以波斯语跟塔吉克语、达利语也可达成相互可理解性。波斯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无论是使用人数或是分布面积皆是如此。当代最强势的语言英语就是属于印欧语系。有关于印欧语系，我在未来会专门拍一部影片讲解。而大家从我刚刚所讲到的语族的名称，应该就可以知道，波斯语跟印度语言有很深的联系。这个跟当初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自大率有很高的关联性。
大约西元前2000多年，由于气候变迁导致中亚与西亚的大草原不断流失，这也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大迁徙。这批游牧民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从俄罗斯西部草原向东南方移动，并分成2批队伍，一批进入伊朗高原，另一批则翻越新都库什山脉，并从开普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可以说，雅利安人成为了这2个地理区域的连着剂。抵达伊朗高原这一批雅利安人与原居的波斯人开始了文化上的融合，并交织出了独树一帜又富有穿透力的波斯文化。波斯语最早书写系统都是以源自2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为主，到后来才转变为阿拉伯字母。这跟伊斯兰教的传入有着高度关联性，使得原来的先教开始变得式微。顺带一提，现今伊朗信奉的是什叶派伊斯兰教，虽然崇拜的都是真主阿拉，但跟其他伊斯兰国家所信仰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是有差别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这2门语言的书写系统——阿拉伯字母。大家第一次在看到阿拉伯字母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有别于其他大部分文字的书写方向都是由左到右，而阿拉伯字母却是由右到左，在阅读上非常不直观。难道阿拉伯人都是左撇子吗？这其实跟阿拉伯字母最早的书写材料有关。我们大家都知道，中文字最早是镌刻在龟甲上的，因此被称为甲骨文，后来才转变为用毛笔书写。但阿拉伯字母最早并不是用笔写出来的。大家看一下阿拉伯半岛气候图就知道了，这片区域终年干旱少雨，且无河流贯穿，寸草不生的恶劣环境也很难生长出用来造纸的植物。所以当时的人们就将文字雕刻在石板上，左手拿凿子，右手拿锤子，慢慢把文字一字一句给凿出来。到后来转变为利用芦苇杆书写时，仍然持续保留由右至左的书写方向。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毕竟阿拉伯字母的参考来源腓尼基文字也是从右至左书写，而希伯来字母也是发展自腓尼基文字，所以希伯来字母也跟阿拉伯字母一样是由右至左书写。阿拉伯字母除了是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的书写语言，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以及新疆的维吾尔语等语言也都是由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系统。阿拉伯字母是连在一起书写的，看起来跟蚯蚓一样，但这其实不是让初学最头痛的地方，因为阿拉伯字母是辅音素文字，也就是阿拉伯字母都是以几个辅音写成的，然而元音通常都是不会写出来的，所以还要透过上下文来判断正确的念法，否则意思会不一样。阿拉伯字母又可分为2种伊斯兰书法字体：誊抄体以及波斯体。以我的名称叶枫怪客大蒜的阿拉伯字母音译为例，画面上一共出现2种伊斯兰书法字体。我们现在看到誊抄体，誊抄体主要用于书写阿拉伯文，看起来比较工整，笔锋也比较圆润，书写上也较为顺畅。通常电脑萤幕显示的阿拉伯文皆为誊抄体，而波斯体除了用来书写波斯文之外，也时常用于书写乌尔都文等南亚语言。相较于阿拉伯文所普遍使用的誊抄体，波斯体被誉为较优美的文字，更具有艺术美感。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所以编码难度较高。现今大多数的阿拉伯字母字体显示上不太支援波斯体，但大家还是可以去 Google 翻译，将语言选为乌尔都文或沙木基旁遮普文，就可以显示出波斯体了。看得出来波斯体真的比较占空间。大家也可以从这2种伊斯兰书法字体的不同来推测这是哪一门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语言。影片最后我来教大家如何区分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这个区分方式也很简单，就是看有没有出现这些字母。因为这些字母是波斯文字母，不会出现在阿拉伯文当中。但我个人认为最显眼的字母还是这个，看起来就像一条线上又画了一条平行的线。最后来到听力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看看以下新闻画面中所出现的伊斯兰书法字体。阿拉伯语跟波斯语隶属于2种不同的语系，所以听觉上也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沙漠气候比较干燥的缘故，而干燥气候会让喉咙不舒服，亦或是当地风沙较大，感觉很像鱼刺卡在喉咙里，所以阿拉伯语的喉音听起来会比较明显。إلى الملف اللبناني، حيث ذكرت مصادر دبلوماسية للجزيرة أن مجلس الأمن سيصوت اليوم على مشروع قرار فرنسي لتمديد ولاية قو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عاملة في جنوب لبنان اليونيفيل. وأضافت المصادر أن مشروع القرار ينص على أن تمديد ولاية اليونيفيل سيكون الأخير ليبدأ انسحابها في ديسمبر من العام المقبل. هذا ونقل. 而波斯语听起来比阿拉伯语还要轻柔，几乎听不到由咽喉深处所发出来的声音，这点跟阿拉伯语有很大的差别。با درود بیننده مجموعه صبحگاهی هستین. با من سیما قیاسی از استودیو ایران اینترنشنال لندن. سرخط خبرها.
گزارش رویترز از احتمال آغاز روند فعالسازی مکانیزم ماشه از امروز. معاون وزیر خارجه ایران تهدید کرد در صورت اجرا همکاری با آژانس را متوقف می‌کند. نگرانی‌ها那以上就是有关于阿拉伯语跟波斯语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阿拉伯文化还是波斯文化？如果有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伊朗的观众，也可以在影片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或者是你是在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观众，也可以讨论看看哪一门语言的反应会让你的喉咙痛到需要喝蜂蜜水来舒缓。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